明哥，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短影音真的是席卷了全世界，那些片真的是让人家看得快疯了。好，结果最近有一部叫什么《霍去病》，竟然创下史上最高5亿的播放。我想说是怎么骗？是谁拍的？结果没有想到，它竟然是 AI 做。如果是 AI 做的时候，等于是它成本非常低。结果一查之后才发现，更可怕是在这个地方，像是这种产什么，只要3个人小团队就能在5天做80集的内容。那这个问题点在哪？中国做短语的人这么多，这 AI 去取代 AI 来做，大家又要失业了。没错，失业的问题恐怕是这个影视产业最令他们背脊发凉的这样的一个麻烦哦。你现在看到画面上的这一出的这个短影音，也算是这个历史的短剧《霍去病》哦。如果不告诉大家，这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影片，你大概会觉得，这个男主角这个演霍去病的将军骑在马背上是什么演员？他就是 AI 演员。你也不用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一个冒出来的这个演艺明星？对。然后或者是你看他的场景是他在哪里拍的，又是哪个影视城？这些布景场景完全部都是 AI， 而且你说制作团队是多少人？很多临时演员没有。AI 生成的，所以它只要3个人的制作团队，那要很久吗？不需要耗时，它只要5天的时间，然后就可以产出这样一个80集的短剧集，也就是网络上的 AI 剧集。对，你看到这样的一部大概它每一集大概就是全长20几分钟、23分钟的这个短剧，它现在已经在整个网络世界上创下了这个5亿的播放量，而且是什么？这个贵吗？不会贵，不会，3000块人民币。对，14000到15000台币，14000，然后可以创下5亿，是 CP 值太高了吧？我跟大家比较一下，真人的这个网络短剧真人的这个剧集大概成本600万到1000万人民币，对，也是最高大概5000万台币左右。但是你想想看 ，AI 的剧集呢，它现在只要3000，刚刚讲3000，14000嘛，对，到5000块人民币，了不起就24000、25000，所以一个是5000万，一个是25000，哇，这成本哇！你是企业家，你是公司老板，你要花，我当然是用 AI 啊 ，AI 就好，而且你要用特效啊，对，每秒3000块人民币，我说真人的，但是如果你用 AI 的话，它每秒3块钱人民币，1/1000的差距，0.0001，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成功之后呢，他这部 AI 剧的这个 leader， 他的导演他就出来上网跟大家说，感谢大家对这部片的喜欢。这部影片是用 CDance 2.0出来之前制作完成的，总计耗时是48小时，视频跟图片都是使用我刚刚讲的360慢剧流水线这个平台制作，剪辑部分使用剪映，然后还制作了同名主题曲。你要看到它这个影像上的这个马匹啊。它的这个马的睫毛，还有那个风雪下雪的时候，都清晰可见。这也太厉害了吧！男主角在喝水的时候，这个水壶他在喝水，那个水滴都流下来，那个水珠，它都完全可以用 AI 呈现出来。我刚刚讲的纳米空间引擎你看现在指挥这个变场调度啊，以前我们要想说怎么去动脑想这个布景镜头的问题，现在只要动一张嘴，用几根手指头，影像世界的变动，你就可以这样指挥。你丢几段文字给他，然后跟他讲你要拍怎么样的一个剧本，然后他就开始自动匹配你的运镜模式。对，然后你就会看到它里面开始去生成这样的一连贯的这个镜头流，然后让每一段的这个叙事啊和它的这个情绪的驱动，你都会看到非常的完整。它开始帮你算，然后再加上人物空间跟事情的这个发生。它总是会有一些光影嘛，比如说现在你看到它的画面，当这个霍去病要去觐见这个汉武帝刘彻的时候，它的整个光影的呈现和那个大殿，你会以为是在哪一个横店影视城，或是搭布景搭棚，都是 AI 整个设计好的。对。然后刘彻整个汉武帝皇帝在赐给他兵符的时候，来告诉霍去病，你要必须御驾，你要必须这个带大军去这个出征，而且阳光这时候他顿时洒了进来。对。它的那个全都是 AI 做的，其实 AI 还可以提供你各种选择，白天、晚上、阳光的角度，还有日正当中，它每一个阳光的视角，让大家觉得分不清现实的程度。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很夸张的，你现在比如说你在这个 AI 的流水平台当中，在这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对，然后跟他讲说这个场景的画面你要怎么呈现的话，如果你用 AI， 你只要丢一句话给他。改为近景，就是我要 close， 我要 run in 嘛那聚焦在这个女主角眼睛、表情和手部的细节，一句话，你说就打完，然后按输入，对，然后他就跑了，他就刚你跑了，对，我刚说近景嘛，对，你看到没有？
它就变成这个女孩子的表情就出来嘞。对，她站在那个楼梯上面，然后她的表情、她的手部特写，然后她的这个眼睛、她的脸部的特写、拿书的细节 ，AI 就帮你算出来，你一句话，它开始帮你跑流程。对，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还需要演员干嘛？我干嘛去花大钱去捧一个这个女明星，或者是捧一个男主角？就 AI 就好了，我就 AI 就好。演员是不是要失业了啊？这也太可怕！这根本是一个中国的大失业潮，真的要来了。所以你刚讲的还完全不会这个让大家觉得汗流浃背，好像吓到一样，还真的要失业潮要来了。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剧，最近还有一个很红的是让你悟到没让你起飞这样一个这个红果平台的 AI 网络爆款剧，它也是一样上线10天就突破了5亿观看人次，一个礼拜其实就突破2.4亿，结果没想到10天5亿人次，这一股热潮也让许多的这个平台开始去重金布局，推出相当这个类似的这个计划。对，那甚至呢。真人短剧啊，你刚刚讲就是亏损超越90%，所以这个红果平台它之前是一半做真人短剧、网络短剧，一半做网络的这个 AI 的这个剧集，结果没想到红果的这个平台短剧呢暂停大量真人项目，全面转向 AI， 它把这些网络真人的短剧全部裁掉了。所以我刚刚讲，过去他们会说，我花了1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做了这个网络的短剧，大概每集20分钟，网络短剧集大概有的40-50集，有的20-30集，然后最近这1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从中国到世界各个国家建立起来，大家会喜欢看，花了1年时间把这个网络的短剧集好不容易建立它的他们的能量和产能，结果没想到 AI 的这个短剧集的出现，只花不到几天的时间就把他们给打趴了，所以我说。AI 整个它的网络短剧集出现冲击了整个中国大陆影视产业，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网络短剧2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接下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AI 不断的这个网络剧集出现只会让不管是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甚至演员，全部都会失业。瑞哥，我们刚刚讲，这 AI 再干下去的话不得了，真的中国就会有失业潮。结果没想到，中国现在先失业是谁？是这个。前贵州省政府的副主席唐德志，好，他被开掉，他说你是贪污啊，为什么？没有，他的罪名是什么？你直接躺平，你完全不做事。这个贵州的政协的副主席，那么唐德志真的被双开了。什么叫双开？双规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去报道，对，双规还有机会，双开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双开的意思就是开除你的职务，跟开除你共产党的党籍呀。对，这个唐德志他出生背景呢都在贵州，那么他是1965年7月出生的，他是贵州贵阳人，然后从贵州基础的。工作员、科员，然后秘书，一直到副处长、处长、副秘书长、秘书长，然后当到这个所谓的那么第13届的贵州省的政协副主席等等还有兼黔南的这个等于说，那么黔南的州党委书记。不是，瑞尔哥，那这样也太奇怪，要么是贪污，对，要么是你做什么坏事。结果你看到这是中国共产新闻网发的，来你看到这一段，他说唐德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消极。弄虚作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在主持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是他那到底犯了什么错？对，问题没有说实话吗？那事实上呢，这个人他蛮厉害的。这个唐德志呢，他怪擅长讲什么话？他擅长讲。我们要以坚若磐石的信心，对，只争朝夕的劲头，然后呢，坚韧不拔的毅力，为我们黔南，那么确保好像可以脱贫攻坚，总攻全胜，听起来很棒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因为当时习近平正在打造所谓的脱贫嘛，所以他打造黔南脱贫，当然啦，他黔南脱贫所上报的这个数字都是假的啦。那你可以从黔南现在还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脱贫嘛？他不是要全面要小康吗？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造假嘛。那你是不是这个等于说最近所流行的中共现在在抓什么？在抓躺平，在抓躺平不做事，因为他们有说你只要苦干实干2年好好的去想尽办法考进去，你就可以躺着20年。
那么中共现在呢，因为经济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他们还指明了有10大企业里面就是躺着干，意思就进了也要躺着干。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后来现在出现了什么？现在出现了中国的年轻人提早躺平。什么叫提早躺平呢？我们也讲了很多中国的鬼城啊，那没想到有一个地方出现我们完全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啊！它在什么地方？它在上海附近的江苏，有江苏的东方威尼斯之争，就是这个本来恒大的威尼斯被烂尾楼了嘛，就没想到现在竟然有中国的年轻人，那么大举的进到这个地方去。那他进到这个地方干嘛呢？去躺平啊！有些人他就赚了比如说存了几10万，存了几万人民币，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跑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那么恒大这个威尼斯这个鬼城来了。对，干嘛？他用很低的价格来租房子，因为他是鬼城啊，他住在这边呢。对，这个地方全都是树，然后都是草。可是问题是，他们去住的地方多少会把门跟窗户给基本的电什么东西水电弄好了，那一个月用很便宜的价格租进去。其中有一个，那么曾经在上海这个地方呢，年薪到70、80万人民币的一个女生，才28岁哦，她来这个地方躺平啊。她说她要退休了。那么他不要再过那样的生活了，他用1000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呢，就在这个地方租了。租了以后，一餐吃不到台币几10块钱。哇！为什么？你不要想，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是慢慢有了聚落，很多人来了以后，是不是有人来卖吃的嘛？对，卖吃的、卖面条的、卖饭的、卖蛋炒饭什么东西的。一餐不到100块，这几10块就可以活下去了嘛。所以这个地方慢慢形成个聚落，然后这些年轻人就每天在那边搞，然后呢能够上网，能够炒小股票，能够赚一点小钱。我在这个地方躺平，我的人生20几岁我就提前退休。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